大家好，我是阿文，我是悠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NS News Plus。我们这一期会给大家讲两个最近的新闻，一个是即将在港股上市的百果园，还有一个是砰砰贷，最近也是获得了一笔融资。没错。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不知道悠然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百果园要申报上市了？我有听说。你对它有什么研究吗？就是我觉得挺奇怪的。我最近把它的招股书看了一遍啊，然后发现他们的毛利跟净利都特别低，毛利大概就9个点左右，然后净利的话大概刨去他们销售费用的4个点，刨去其他研发还有管理，大概就剩2个点，有的时候2个点还不太够，少得可怜。对，我觉得这个毛利对于一个要上市的公司来说真的太少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为啥它净利也不算高，我就看了一下为什么，然后发现其实它的成本是占大头，然后成本里面的大头是它水果的存货。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下它的收入，然后我发现有80%多，也可以说近90%的收入都是来源于加盟商的，然后他们自营其实特别少。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事呢，还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首先，它作为一个水果零售品牌嘛，它通过加盟的方式赚取加盟费，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卖品牌的。那水果来说的话，品控肯定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你平时买水果看的就是品控嘛，然后你品控最重要的话，通过加盟商的话，品控肯定会出问题。然后最近的话，百果园也是因为生切的水果用的是过期的水果。最近的话，百果园它也有一个丑闻，就是上热搜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吗？百果园它卖的水果鲜切产品是用的过期的水果，然后被别人查出来了。对，这是一件影响非常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百果园这个品牌形象在他们心里会大打折扣。确实有这种顾虑。然后我还看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是想要线下做专，然后线上做宽，也就是说他们以后会在线上加入一些生鲜，比如说像卖鱼啊、卖肉啊这种。你能想象百果园在线上卖肉吗？我觉得我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支持，也不是很看好这件事情。对，就是我能想到的是，比如说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品牌，比如说普普、叮咚买菜、京东买菜这种，他们做社区买菜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就是我会觉得百果园它做这种方式的话，就是直接跟这种社区团购品牌直接是竞争关系嘛。我觉得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对。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他们是想要做下沉市场的。然后在我的印象里，百果园的形象是那种做精品水果的，就是卖特别贵。然后你怎么看待说他做下沉市场这个事儿呢？如果我理解的下沉市场是指那种就是3线以下的城市去卖水果的话，那我觉得是难度挺大的。因为据我了解，3线城市以下的它的消费习惯还是要去到比较熟悉的一些小的本地的一些商铺里面，甚至是一些路边卖水果的小摊小贩。我觉得性价比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会比品牌更加重要一些。是的。对，所以我个人比较赞同你的观点，就是我也觉得做下沉市场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百果园来说是两头不讨好。就是一头的话，在高端消费者眼里，他们的品牌价值会大打折扣，就是人会觉得啊，你这个品牌现在就是变得比较廉价，就不是以前那种高高在上了。一方面的话，做下沉市场，他们也不会太在意这种品牌的观念。是的。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百果园它打通上游，把全产业链都做一遍，你认为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然后未来的话，我也觉得这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不觉得现阶段对于百果园来说是一个好生意。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净利太低了，他们的毛利本来就不高，然后再
刨掉研发支出、管理支出。如果这种研发支出和管理支出的费用增大的话，会导致他们的净利更加低。我觉得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怎么把一盘账做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我不觉得现阶段他们应该做这个事儿，而且我觉得做产业链的整合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目前现在公司的这个运营状况，我不太支持他们这么做，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子文，最近你有关注到预制菜这个赛道吗？我是有所了解，因为最近疫情嘛，大家出不去。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天天在上海的酒店吃这种自热火锅，我觉得对，就是素食这个赛道，确实在疫情下是一个很好的赛道。是的。你当时被封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一日三餐的？啃老啊。就家里有人做菜是吗？对，是的。深圳3月份的时候不是疫情也挺严重的嘛，然后你被封在家里，你有吃过这种素食吗？对啊，我90%的时间是自己买菜做饭，偶尔会点点外卖。但是我发现自己做菜实在太费时间了。对，虽然说很健康吧，但是而且天天吃自己做的，其实也是很容易厌烦的一个事情。如果是有比较好的口味比较好的预制菜，其实我是挺愿意去尝试的。你对预制菜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我其实尝试过几种，就是像方便面咱们就不说了，就是那螺蛳粉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几种像自热火锅这类型的，其实我发现比我点的一些外卖都还蛮好吃的。对，是的。对，包括制作上面，其实它时间还是挺快的。我以前对预制菜就是完全一个批判否定的态度，因为我没有吃过，我就觉得就是跟飞机餐一样嘛，有什么好吃的？但是后来因为最近去了一趟旅行嘛，然后在路途上也没有什么吃的，然后环境也比较艰辛，然后就提前买了一个自热米饭，吃完之后是完全颠覆了我一些想象，就是那个菜其实还蛮好吃的，真香定律了。对，是的。我最近关注的有一个品牌叫砰砰袋，它获得了一笔融资。这个砰砰袋主要是做什么的呀？它比较有特别的一点是，它的包装本身就是容器，就是你直接把它的包装撕开，放入微波炉里面加热，就可以制作出一份很美味的大餐。那这个砰砰袋听起来在疫情下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但是就是众所周知的话，现在有很多这种预制菜，比如说像海底捞自嗨锅，还有各种方便面，我觉得那种会更方便啊，因为它不需要进微波炉嘛，它是直接开水或者直接它就给你配备好所有的容器啊之类的，是非常方便的。那你会怎么看待就是在预制菜这个赛道要怎样才能突出重围呢？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口味和口感，对，然后还有就是品类要更加的丰富吧。就口味这一块的话，它应该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现做的，口感会比较好一些。或者说有一些人群他有一些特定的口味偏好，但之前的一些素食产品是没有覆盖到它的口味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产品，就可能会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它的品类丰富，因为包括我们看到其实预制菜它有面点类，它有方便面类，像意面啊这种比较接近于日常现做的口感的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和空间的。包括像中国的人的口味有南北啊，东西啊，一些个体的差异啊，就是要做好细分赛道。是。那我们今天新闻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了我们这么久，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微信粉丝社群，然后在群里面会有福利掉落。好，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3连，多多投币。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群，发 BP 到我们的邮箱。我们也有招聘平台，欢迎大家在里面寻找中意的合伙人，或者在里面发布招聘信息。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反馈，欢迎大家私信我们，也可以在下方评论。谢谢大家。